隋炀帝二征高句丽，万事俱备，高句丽是指日可下。突然后院起火，都运粮草负责人杨素之子杨玄感发动叛乱。杨玄感呢，因为杨素之死，早就处心积虑想要阴了隋炀帝。据史料记载啊，隋炀帝到达辽东之后，给杨玄感写信，希望他能够尽快将军资送到前线。可杨玄感却和虎贲郎将王仲伯、集郡赞治赵怀义等亲信暗中密谋，故意拖延发往辽东的军粮和战备物资，弃皇命于不顾，也算是欺君大罪了吧。起初啊，隋炀帝以为有什么变故，这才耽误了运输，因此啊，只是派人催促。可杨玄感呢，就是找各种借口推诿责任，要么是附近的盗贼太多，把粮食给打劫到了山林湖泽，要么是河中泥沙淤积，运粮船没办法将粮食运出去。陛下，情况啊很客观呢，要不您先调用其他地方的军备物资啊？这分明是赤裸裸的挑衅，赤裸裸的推卸责任呢。隋炀帝非常恼火，可是啊，并没有追究杨玄感办事不力的责任，反倒是杨玄感在加紧调派各方力量为己所用，准备发动接下来的军事政变。此时啊，杨玄感的二弟虎贲郎将杨玄纵跟随隋炀帝到了辽东，杨玄感派遣心腹之人前去送信，让他秘密返回黎阳。与此同时啊，另外一路使者偷偷前进长安城，打算将好友李密和三弟杨玄挺也接到黎阳。做完了这一切之后啊，杨玄感发出了最后一道指令，派遣亲信前往隋炀帝在辽东的行营，诈称海军主帅来霍儿还没有到平壤城，便起兵造反。贼喊捉贼的把戏虽然拙劣，却很奏效。杨玄感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制造烟幕弹，为自己起兵造反，抢夺先机。既然来霍儿谋反了，杨玄感就得为朝廷做点什么吧，比如封锁海军回洛阳的通道，比如招兵买马保卫黎阳仓。于是啊，杨玄感打着为朝廷平叛的名义，大张旗鼓地封锁了黎阳全境，并公开发布榜文，要求周边郡县的官员们加紧招兵买马的步伐，并让他们把新招募的士兵全部派送到黎阳来。为了控制黎阳的局势啊，杨玄感是擅自做主，任命赵怀义为魏州刺史，东光县尉袁务本为黎州刺史，河内郡主簿唐仪为怀州刺史。做好了这一切之后，那就等着扯旗造反了。中国历史上的造反者，但凡觉得自己站在正义的旗帜之下，都会请文笔华丽的大文豪帮忙写一篇什么讨伐檄文，目的是很简单，把讨伐对象一黑到底，把自己捧上道德的制高点。比如袁绍请陈琳写的讨伐曹操的檄文，徐敬业请骆宾王写的讨伐武则天的檄文，都是这个套路。除此之外啊，还得挖空心思发明几个口号，比如什么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，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之类的。有趣的是啊，杨玄感呢，他既没有写什么讨伐檄文，也没有整几个朗朗上口的口号，甚至啊都没有批判过隋炀帝的任何毛病，显得极其随意和草率。造反要军队，杨玄感的军队在哪里呢？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不敢相信。杨玄感的主力部队是这样构成的：5000名运送粮食的老百姓，3000名在河边拉船的纤夫，总共8000人。很显然呢，这帮人的文化层次太低，没有崇高的理想。杨玄感必须先给他们讲一讲这个成功学，来洗洗脑。于是啊，杨玄感搞了一个誓师大会，会上啊，那是说的是义正辞严，兄弟们呐，杨广是不体恤百姓，以至于天下百姓蒙受灾难，不堪其苦。你们睁眼瞧瞧，死在辽东的将士有多少？数以万计呀！如今呢，本国公带着你们起兵，拯救黎民百姓于水火，怎么样？自古以来啊，拯救黎民百姓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发钱发粮，推翻旧政权，建立新政权。如果老百姓前后都是一穷二白，还有掉脑袋的风险，你说他们怎么会干呢？面对杨玄感的说辞啊，老百姓的反应啊很平淡啊，是这样啊，那好啊，
这就很尴尬了。老百姓不买你的账，军队毫无斗志啊。事实上啊，杨玄感才华横溢，想要写一篇讨伐隋炀帝的新闻，简直那就是易如反掌啊。再者说，杨玄感是隋朝贵族，小道消息要比别人多很多。隋炀帝谋杀杨坚，暗中使出卑劣手段争夺太子之位，在父皇病重期间调戏宣华夫人，这些事情啊，无论拎出哪一条来，都可以让隋炀帝是身败名裂。但有趣的是，杨玄感居然只提了隋炀帝发动高句丽战争，导致百姓家破人亡的这一件事儿。由此可见呢，后世那些诬陷隋炀帝的罪名是强行加上去的。估计杨玄感可能没想到，并不是所有人都闲得没事干，想跟着他造反。比如怀州刺史唐仪，他听说杨玄感想要造反，立马就撂挑子不干了，逃跑了。唐仪是隋朝的现任官员，地方官员代表，他带头唱反调，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。不过呀，杨玄感并不是很在乎唐仪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大家各谋前程罢了。最主要的是啊，他在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只要这个人来到，则大事可成。而这个人正在从长安城赶来。